典礼上的心跳，于龙第2次求婚的真实技术。典礼上那突如其来的停顿，空气被按下静音键。昨天的短片颁奖典礼本该是循规蹈矩、稳稳推进的流程，灯光在舞台上扫过，主持人依旧维持着专业节奏，观众的情绪在经历多轮掌声后逐渐沉稳下来。台下的人都以为这就是当晚所有节目将顺利落幕的征兆。然而，就在后台，一个男人深吸一口气，那是一种压抑许久，终于决定迈出的呼吸。于龙，他忽然从后台走出，没有领奖，也没有预告。他手里只有一个小小的戒指盒，在光下闪得让人心脏漏拍。舞台上的灯光似乎也被他拉慢了节奏。全场静得像有人按下了静音键。他站在舞台中央，身体笔直，但不是为了展示，也不是为了镜头，而像是终于走到了自己心里反复推演过无数遍的那一刻。于是他开口：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守护我们的小家庭，确保你和孩子们的安全，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。那一瞬间，情绪像被击中，杨咩咩的眼泪不争气地落下，不是激烈的哭，而是被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轻轻触碰而流出的沉默泪光。全场几百双眼睛都屏住了呼吸，仿佛所有人都意识到，这不是戏，不是节目，更不是安排好的桥段。这是一个男人用自己全部的真心，在公共场合里给女人最真实的承诺。他们从来不是光环情侣。外界常说娱乐圈的爱情像玻璃，亮、薄、脆。但他们两人却像生活里最常见却最耐用的陶器，无华，却能长期承受火候。他们的相处没有刻意摆拍的甜蜜，也没有团队包装的浪漫剧情。更多的时候，他们被路人偶遇的画面是这样的：挑牛奶、比价格、讨论清洁剂，站在超市入口说着今天到底吃什么。他们接孩子放学时的互动也朴素到像寻常夫妻。今天作业多吗？你晚上想喝汤还是吃面？你甚至能看到他们推着一车打折水果，互相吐槽。你又买太多了。这是为家里省钱。没有明星光环，只有生活气息。正是这种看似普通，却难能可贵的真实，让大众对他们产生强烈的亲近感。朴实是他们最亮的光。在娱乐圈，太多东西都被包装成故事，但他们却把真实当成自己的唯一底气。他们的关系没有刻意营业，没有任何刻着情转发的桥段。他们彼此的价值不是事业绑定，也不是为了做话题，只是把对方当成真正的伴侣。这种朴实，这种不喧嚣的感觉，在如今的环境里已成为一种难以复制的稀缺光芒。这次求婚不是冲动，而是3个月的筹备。典礼上的求婚看似随性，但事实上，于龙悄悄准备了整整3个月。戒指挑了无数次，他甚至跑去问女同事，怎样的款式会让他觉得安心。有人取笑他小题大做，他却淡淡的回答，他总觉得自己不够好。我想告诉他，他永远是我唯一的选择。这句话说的平静，却有一种沉到心底的重量。不是浪漫词藻堆砌出来的，而是现实生活里打磨出的笃定。他不是为了制造流量，也不是为了让全网轰动，只是为了让那个女人在他的生命里有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。杨咩咩的眼泪不是脆弱，而是多年被理解的释怀。很多人以为女明星在台上落泪是效果，但她那一刻的眼泪却完全不是。那是努力的夜，孤独的清晨，扛住舆论的委屈，产后的压力，妈妈角色的重担，全都在被一个男人公开理解之后悄然松动的一瞬间。她不是脆弱，那眼泪是被看见的力量。他们的默契是磨出来的，他们并非天生契合，甚至在交往初期，争吵频繁到朋友都以为不会长久。生活习惯不同，节奏不一致，情绪表达也南辕北辙。他沉默，他用语言对抗，他讲究细节，他粗线条的像大孩子。但正是这些冲突，让他们懂得，爱情不是2个人天生合适，
而是愿不愿意调整自己，让彼此变得合适。他们经历过冷战、摔门、午夜流泪，也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和好。他们所有的默契都是磨出来的，互相成就是他们关系最珍贵的地方。外界常说杨咩咩幸运，但于龙却常对身边朋友说，是他让我变成更好的自己。他学会表达情绪，学会体贴，学会换位思考。而他也因为他更有安全感，学会卸下盔甲。他们不是互相依赖，而是互相滋养。爱情真正的重量藏在不被拍到的细节里。求婚固然浪漫，但真正决定两个人能走多久的是日常的细节。他记得他怕冷，提前为他打开车内暖气。他记得他忙碌，常把便当塞进他工作包。他知道他偶尔会焦虑，就默默陪他散步。他知道他压力大，就拍着他的背说，我在。这些不要演，却比花束和舞台更长久。典礼上的泪点是他们一路同行的缩影。当他在众人面前跪下时，光照在他们身上像舞台滤镜。但真正的浪漫不是那一秒的画面，而是这些年他们牵着手，从争吵走到理解，从怀疑走到坚定。爱情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每天一点点做选择。选择对方，选择坚持，选择不放弃。在复杂的行业中，他们仍保持清醒。娱乐圈的诱惑和压力从未缺席，但两人却一直维持着自己的节奏。事业稳扎稳打，不急不躁；情感不营业，不表演；家庭永远第一位。他们像是在繁华中种了一座小花园，不炫目，却每一朵都开得真实。幸福不在轰动，而在心里那种踏实感。人们被他们感动，不是因为浮夸的场面，而是因为他们呈现了真正的幸福模样。有人听你，有人懂你，有人在你累的时候让你靠一下。幸福不是烟花，而是有人愿意一直站在你身边。求婚之后的人生将走向哪里？典礼落幕时，两人十指紧扣走下台阶，灯光在他们背后收束，让背影显得格外温暖。未来仍会有争吵，有压力，有不安，但他们已经不再是曾经那个彼此摸索的小情侣。现在的他们是选择了彼此，并愿意继续选择下去的伴侣。求婚不是句号，而是他们共同书写第二篇章的开始。写给正在阅读故事的你，愿你也能被温柔以待。那句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守护我们的家，不仅是对他说，也是对所有期待爱情的人说。愿你也遇到一个愿意牵着你往前走的人，愿你所有的善意不被辜负，愿你跌倒时有人替你挡风，愿你在疲惫时有一个怀抱可依靠。感谢你愿意阅读到这里。如果这个真实温暖的故事曾触动过你，鼓励过你，或让你重新看到爱的力量，欢迎在下方留言说说你的想法。你的每一句留言我都会认真看。别忘了点个关注，让我们继续一起见证更多真实、细腻、值得被记录的生活故事。期待在评论区听到你的声音。谢谢你。